朋友们好，今天是4月22号星期五，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今天呢，距离此前路透社独家爆料说上海准备在17号要制造疫情拐点，在20号要制造社会面的清零呢，已经就过去2天了。我们看到，除了极个别的区呢有宣布说有序的解封之外啊，上海绝大部分的地区它是依然处在严密的封锁之下，满城尽带防护服，可以说是一片白色恐怖。那可能有朋友就会觉得这些外媒的报道看起来说的不准呐，说这个上海清零是不是一条假新闻呢？其实我倒相信啊，以路透社的专业度呢，他们没有可靠的来源，是不至于会这么轻易的爆出来的。至于说为什么不准确呢？这个恰恰有可能说明了我们一直就在和大家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上海的防疫呢，它自始至终都贯穿了一种强烈的政治斗争的因素在里面。上海啊，内定在20号清零，它应该是当局曾经拟定好的一个计划，至少是计划之一吧。毕竟这个路透呢，他们有拿到了宝山区委书记内部讲话的副本，但是这个计划呢，它被某些官员呢直接的就捅给了外媒，这个剧本提前泄露了，那么这戏就没法演了。因为啊，如果说官方要继续的按照这个原剧本来演出，那就是100%的坐实啊，所谓的清零它就是一场表演，那么这个家丑它就闹大了，对吧？所以呢，上海在20号清零的失败呢，它实际上是当局紧急修改了剧本的原因。但是有一点呢，我们看到啊，它的确差不多就是从17号之后呢，上海官方每天公布出来的感染数据，它的大趋势是延续的在下滑的。那么这个拐点呢，它的确是按照剧本在走的。至于说为什么有人要在私下曝光这个剧本呢？原因也很简单，习近平和孙春兰呢想要通过演戏来证明这个清零出马一个顶俩，它就是有奇效的，可以对这个疫情一剑封喉的。那么自然就有人想要拆他的戏台了。孙春兰这边呢才扯起嗓子吆喝了一声，穿好了戏装，都还没来得及说亮相摆个 pose， 那边呢就已经被人给完整的剧透，连这个剧照都发出去了。那台下的观众自然也就没了观看的兴趣了，对吧？所以有了这个基础啊，我们再来看一看昨天关于上海的最新的重大的防疫的部署，也许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和理解。昨天呢，包括新华社等央企党媒在内呢，都刊发了上海清零的一条重磅的新闻。这个报道就说啊，根据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部署，上海市呢将从22号起，就是今天了，开始要开展一个社会面清零的攻坚9大行动，要力争早日全市都实现社会面的清零。那么这里说的9大攻坚行动呢，它就是指啊，要集中利用一段时间，然后采取叫做全域静态管理、全员检测筛查，要全面流调排查、全民清洁消杀，还有全程插漏补缺的措施。然后呢，要做到应检尽检、应隔尽隔、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它其实就是5全4应这么几个字。当然我们说句题外话呀，这个兆头看起来就很不好，对吧？5全4应它不就是5-4吗？谁都知道，用中共他自己现在的语言系统来说啊，这个5-4运动它可是不折不扣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运动。所以上海现在呢，据说啊都在发通知了，说今年纪念这个5-4运动的活动要推迟1个月，它其实不是没有来由的。从这个表面上看起来，上海这一次5全4应呢，它并没有什么新鲜货，看去呢都是一些冠冕堂皇的口号了。而相对比较实质性的一些内容呢，它其实基本都在官方同步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就是与上海封控有关的15个问题的回答之中。那么这15个问题呢，它的篇幅非常长，在这里我就不和大家啰嗦了，我就简要的说一说自己认为啊是属于干货的这么几个要点。首先第一个要点呢，就是上海疫情它已经出现了积极向好的趋势啊，未来它将逐步分批的开放人员流动和生产生活了。
第二个要点就是说，鉴于目前上海疫情仍然在高位运行，虽然呢有划分了3区的这种分级管理制度，但是呢为了防范聚集性的疫情风险，各区可实行提级管理。大家注意这个提级管理，其实它也就是说啊，哪怕已经超过了14天没有阳性病例的这些小区，名义上呢，它应当是要放松管控，成为一个防范区了。但是实际上呢，它仍然要享受一个管控区的待遇，提级嘛，升级，他们会被禁止出小区的。那么第3个要点就是非阳性病例呢，因为其他的疾病到医院去看急诊的问题呢，官方的说法呢，就说这个接诊的总量较以往呢是少了一些，引发了市民感受度的差异。第4一点呢，关于这个核酸检测，官方就声称说，根据是国家的统一要求，随身办这是个 APP 了，就这个随身办上面它是不显示你的阳性结果的，要以检测机构和疾控部门的信息为准。这个呢，是我们看到第1次就是官方公开的正式承认说，此前那个网络流传的录音的那个说法，说这个健康云的核酸结果是造假，它是真实的。第5一点呢，就是按照这个部署啊，说对这个重要或者是大型的企业，采取一个企业一个方案的方式来实施一种闭环的生产管理，来推进复工复产。第6，最后的一个也是大家最为关切的这个生活物资的供应问题，我们就看到官方呢，它全都是一种成绩单式的数据的罗列啊，他们供应了多少多少的这样的物资，对无数人这种忍饥挨饿的现状是只字不提的。所以从上面这6点干货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核心信息，它其实基本上就告诉了我们一个这样的结果，就是上海疫情它依然是存在非常严重的隐瞒，而且啊，这个经济的影响呢，已经给当局构成了极大的压力了。所以官方这个清零的剧本，它必须要尽快的上演，而且在这个演出过程之中呢，风控还会更加的严厉的。所以呢，对这些次生灾害的发生呢，那么上海人可能只能够自求多福，因为官方刚才已经说了嘛，他们认为这只是民众的感受差异的问题。至于说对于普遍出现这种饥荒的现象呢，官方认为这是完全不存在的，因为要是按照官方所罗列的这些数据啊，上海人不但没有挨饿，反而是物质生活是极大丰富的。需要担心的呢，反而是像习近平说的那句名言一样啊，这些人是吃饱了没事儿干。当然，如果我们比较宏观的来看看当前整个大陆的疫情呢，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大陆呢，至少已经有70多个城市进入了一种封城或者是半封城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各地几乎全都是一片静悄悄的。就连此前吉林全省都封控这么大范围的清零行动，它看起来都是风平浪静，唯独一个就是上海，始终是牢牢地占据了大陆乃至整个国际社会聚焦的中心。所以我们仅仅从这个视角来看啊，我们都可以知道上海封城的背后有多少的刀光剑影。习近平呢，他为了确保他那个绝对的政治正确，哪怕最后毁掉上海，他也是一定要证明这个清零才是唯一正确的方式的。我们都知道，连香港这么一个可以说是无可替代的金融中心，他说干掉就干掉了，上海那就更不在话下了。说到清零呢，我们今天还要和大家来讨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看到中共各级的喉舌媒体啊，都在为这种清零模式进行辩护的时候呢，他们往往都在反复的使用同一个论据，就是引述香港疫情的数据。甚至这几天呢，在网络热传的有一篇知乎这个平台上面，据说是获得了高赞的，题为躺平之后中国的代价有多大的自媒体文章，也都是基本上站在这个香港疫情的数据统计的基础之上在立论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可以先给大家下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就是这些文章和宣传，它其实都存在着多处严重的逻辑陷阱，它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误导。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重点讨论一下香港这个数据以及香港的防疫模式，看看这些喉舌还有就是像知乎平台的这些粉红写手们，他们是怎么来给大家挖这个坑的。截止到18个小时之前更新的最新的数据了，香港从今年的1月1号到现在，这个疫情死亡的病例总数呢是9212例。我们要按照今年统计的香港的常住人口数是758万人，那么这个死亡率计算出来它是0.121%，大概是这个数据。那么这个比例呢，它在各国这一次奥密克戎疫情之中相对来说它是比较高的。比如说新加坡同期的死亡人数只有482人，它占的人口比例呢是只有0.00823%，而日本同期死亡的这个数据呢比较多一些，它是10432人，但是日本总人口数多嘛，所以它的占比计算下来也是只有0.00825%，和新加坡是差不多少的。然后呢，我们看到中共的喉舌统一的说辞呢，他是这么说的，意思就是说，大陆如果说要实施这种共存模式，那么按照香港的这个死亡人数的比例，他把它等比例放大到我们全国14亿人，那么至少就会有167万人的死亡甚至还会更高。这个推导过程你看起来表面上是很简单明了的，但是其实它背后存在着至少是3个严重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香港它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地区之一，这个老人的比例呢，它比中国大陆要高很多。新冠死亡的平均年龄在香港是达到了86岁，其中90%的人都是有各种各样其他的严重的基础疾病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香港60岁以上的老人的这种接种的科兴疫苗这个3针的接种率呢，它不到40%，而大陆60岁以上老人的3针的接种率呢，根据这个官方自己的数据了，是已经达到了56%了。第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香港对这种新冠病例死亡的定义，它与欧美国家是一致的，它非常的宽松。他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死亡之前的28天以内，这种检测曾经出现过阳性的，无论你是直接的死于这种病毒所引发的肺炎或者是呼吸衰竭，还是说你实质上是死于了心脏病，或者是死于了肿瘤的转移等等其他的疾病，但是只要你曾经有阳性过，都一概的把你算作是因为新冠死亡。而根据这个香港医院管理局的行政总裁叫做高拔升的，他的这个评估呢，就说香港死亡病例之中真正的死于病毒的这个直接的病例不会超过50%，不会超过一半。那么如果我们要按照香港接种这种3针疫苗人群的这个死亡率来大致的推导一下大陆的数据，我们就会发现预计的这种死亡人数它仅仅只有63830人，而且如果他接种的是辉瑞的疫苗，这个数据的推导出来它会更低，只有差不多一半，只有3.7万人左右，它远远的小于简单的按照这种人口倍数去放大的那个所谓167万人的预测。还有呢，就是如果说我们要按照大陆官方的数据说这个到4月初就是这个月初，大陆的疫苗普及率呢是2针打了2针的已经超过了88%，3针的已经超过了50%。那么它和新冠病毒有直接关系的死亡人数要推导出来，就是按照香港这种模式，它其实就只有大概是15.3万人左右。也就是说中共喉舌宣传的一个最大的陷阱，就是它避开了疫苗在不同的年龄段注射的情况以及死亡情况的这种数据差异，它拿一个囫囵吞枣的数据简单的就把它放大来吓人。第二大陷阱呢，就是在于官方宣传说这个香港的医疗条件呢远比大陆的绝大多数地区都是要优越的，对吧？所以呢，连香港都一度出现过这种医疗资源被挤兑。那香港都是这样的结果呢，大陆只会更加的糟糕了，所以无论如何都不可以实施共存等等。这个话呢，你乍一听上去觉得似乎有道理
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像什么日本新加坡的死亡率它都低于流感了，是吧？包括英国等等，这些都是发达国家，它的医疗条件整体上的确是优于大陆的。那么我们就回过头来比较一下越南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口密度和大陆其实差不多，甚至还更高。它也是大量的使用了科兴疫苗的，它的医疗条件和大陆其实也是差不多，甚至可以说还更差一点。它是这么一个国家。那么我们根据这个 WHO 公布的越南从1月到4月的一个同期的数据那么这个奥密克戎这次流行以来的在越南的死亡人数是10710人。按照中越两国这个总人口倍数的比率来进行一个计算，那么我们可以预测出来大陆的死亡人数大概可以达到15.5万人。大家看到了吗？它和我们刚才说用香港的这个数据做出来的15.3万的这个预测其实是差不太多少的。那么香港在疫情爆发的这个上升期它曾经是的确有出现过短暂的这种医疗挤兑的现象，但是呢，大家要注意，这恰恰是由于习近平亲自施压了这个林郑月娥，要求说这个香港也要采取动态清零的这种政策，这个呢是直接的导致了大量的轻症甚至是无症状的患者占用了医疗资源才出现的。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这种违背基本医学常识的现象在上海其实是非常突出的。上海是大陆医疗资源可以说是居于一流的大城市了，它居然在封城只不过短短的10几天之内就把整个医疗系统给击穿了，出现了这种医院外有大量的其他的急诊病人得不到救治，而在医院内却是大批的这些轻症无症状的阳性病例在生龙活虎的坐在这个病床上刷手机的这样一个奇观。为什么我们一再说上海的医疗资源被挤兑？其实它是人祸，原因就在这里。香港疫情其实它恰恰是在放弃了清零模式，转而选择了共存模式以后，由这个医护人员去指导这些轻症患者，普遍的都在居家隔离进行一种自我康复，这个医疗资源它才很快的恢复了正常。而且整体的这种重症死亡的情况也开始得到大幅度的缓解，这个曲线开始下来了。我们看到就是无论是欧美各国还是像新加坡日本等等这些亚洲国家，都是采取的类似的策略，就是说轻症的患者居家接受医疗指导，确保这种医院的资源它被集中是用于救助重症患者，这样才能保证医疗资源不被挤兑，它也保证了死亡的曲线被成功的压低到了一种流感的水平。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什么高难度高科技的选择题，对吧？而是一个哪怕你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也应当是很容易理解并去执行的一个策略。那么第3大陷阱就是无论这个官方媒体的宣传还是知乎这篇自媒体的热文，他们都完全的回避了清零导致的次生灾害的严重性。这些宣传他们都一再的强调说因为中国的人口众多，即便是再低的死亡率，它也会产生庞大的一个绝对的死亡人数，所以这种清零模式就只能够是唯一的选择，最优的选择等等。但是大家想一想，这个逻辑其实它对其他的任何疾病它也都是同样适用的，对吧？世界上并不是说只有中共病毒才是唯一的能够致命的一种疾病，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基本常识了。人口越多，那么它就意味着因为风控造成的次生灾害所造成这些超额的死亡率，它也是越高的。中国过去在正常情况下，每年因为癌症死亡平均都是要超过300万人，因为这种心血管疾病死亡是平均都要超过457万人的。那么在封城所造成的大量的类似病人他们无法就医而带来的这种死亡，它无疑会大大的加剧升高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数据。那么我们在此前的节目中曾经有引用过大陆的那个国家疾控中心的研究论文的数据，就是说因为封城所造成的额外死亡率，
它平均会增加大概20%左右。那么按照这个比例啊，如果说中国大陆全国都封城，仅仅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癌症和心血管疾病这2个病因为次生灾害而死亡的人数，它就会要多出来至少是75万人。如果再要加上糖尿病是高达80%以上的超额死亡率，还有其他的众多的严重的基础疾病等等，这个总和加起来啊，它要达到数百万之巨，可以说是一点都不奇怪的。而这些数据，它即便是与官方所误导性的片面预估的那个奥密克戎死亡的数据来相比，也都早已经远远超出去数倍之多了。那么大家想一想，这些人他们就不是人吗？这些人的死亡他就都不算作死亡吗？所以这个所谓人口多了就必须要清零，它其实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命题。人口越多，它越是需要对全国的医疗资源来进行一个合理的调配。就像常言说的嘛，这个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它要最大限度的确保把资源都用来救治所有疾病的那些重症患者，而不是仅仅只局限于中共病毒患者这么一个群体。更何况这个群体中超过95%的人都是无需住院的一些轻症或者是无症状患者。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金东彦教授呢，他在一篇有关香港疫情的论文之中就直接的提到说啊，在香港疫情爆发以来的任何时刻，重症患者对这个 ICU 的占用从来都没有超过300张的床位。如果说我们要按照刚才以这个香港数据和越南数据大致推导出来的，也就是说大陆的死亡人数大概是在15.3万左右，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就意味着大陆的总体上它需要大概是5240张左右的 ICU 的床位。而根据中共官方在2020年公布的数据呢，中国每10万常住人口综合这个 ICU 床位数呢，大概平均是4.37张床位。那么也就是说，全国的 ICU 的床位总数加起来，它大约是61700张左右。也就是说呢，因为这个奥密克戎疫情而占用的 ICU 的数量呢，它仅仅只达到了全国容量的8.5%，10%都不到。我们即便把它考虑，就说因为有一些地区上存在着差异，出现一些数据的波动，我们也都可以基本上肯定，只要这种资源调配合理，出现这种医疗资源大量挤兑的可能性，它是非常之低的。事实上呢，我们看到欧美的这个奥密克戎疫情在最高峰时期，每天新增是高达数十万例，它是远超上海10几倍了。但是呢，这个医疗系统始终都保持着一种平稳的运行，从来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挤兑。其实这其中啊，并没有什么秘诀，它只不过就是根据你的病情轻重给予了一个合理的医疗待遇而已。说穿了呢，共存模式呢，它就是把这个医疗资源和精力呢，都放在那大概10%，甚至只有5%左右的危重症的群体。这个其中呢，它其实是包含了各种疾病。而清零模式呢，我们看到它基本上是倒过来的，它就是直接的一脚踢开了绝大部分其他的疾病的重症群体，反而呢，把巨大的资源和精力都放在了那95%左右生龙活虎的轻症或者是无症状的病毒感染者的身上。而且呢，对他们是花样百出，各种的折腾，病不死呢让你饿死，饿不死呢让你跳楼死，反正是条条大路通地府呢，总有一款适合你。好的，最后呢，我们来和大家简要的说一说俄乌战争与马斯克这个人。谁都知道马斯克他正在撸起袖子，是吧？准备要拿下推特了。但是我今天要说的呢，和推特没有关系，而是马斯克的那个星链。就在昨天呢，美国五角大楼国防部的这个办公室的电子站的主任叫做大卫·特伦伯的，他就公开的证实说，在上个月啊，俄罗斯曾经是有试图干扰马斯克的这个星链在乌克兰的提供的这个卫星宽带的服务，而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这个公司呢，就迅速的出手，阻止了俄罗斯的电子战的攻击。
要按照这个特伦伯的说法呢，就说俄罗斯的干扰攻击被报道的第2天，这个星链呢就仅仅只是编写了一条代码就修复了问题，然后俄军的干扰攻击就此失效了。这个特伦伯非常激动地说从一个电子战的技术员的角度来说，这太了不起了，因为这是美军都不具备的能力。他不知道马斯克的公司马斯克这个星链他究竟是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所以这条新闻呢，它其实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马斯克的私人公司呢，不仅在火箭领域有超越了鼎鼎大名的那个 NASA， 它更在电子战领域呢，已经可以完胜一个曾经被视为是2把手的军事大国。而且呢，我们都知道一个基本的原理就说这个矛和盾呢，它从来都是一枚硬币的2面。马斯克他有能力掌握最顶尖的防守技术，就意味着他同样是有能力掌控最顶尖的进攻的技术。这2者之间的转化呢，它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呢，从这个角度，马斯克他敢公开的去单挑普京，恐怕呢不仅仅是因为他自己那点肌肉和他的年龄优势，对吧？好的，今天呢我们就暂时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和收听，我们下次再见。